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世界科幻巨著《龙蛋》第4集，作者罗伯特·福沃德。迅猛兽杀手是奇拉部队的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伟大的发明家。一次偶尔机会，他发现夹子汁滴到龙蛋的某些地壳上会发出强光，以此制造出了发光棒。然后他把平面镜磨成了凹凸形，发明出了放大器。有一次他去拜访内眼研究所，奇拉占星师告诉他，光神内眼生物用光束传送了一些数字和图案。于是部落联盟首领派遣以他为首的奇拉组成了一支探险队，他们长途跋涉，克服重重阻碍，前往龙蛋东极，也是龙蛋星最高的地方，用发光棒和扩大器给人类发送信息。他们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最终奇拉和人类终于产生了联系。奇拉专门设立了发送器守护者，定期和屠龙号的科学家们进行沟通。皮埃尔他们开始使用全息内存水晶，里面录制了人类的百科全书，并发送给奇拉，帮助奇拉了解地球和人类文明。结果在获得人类的知识文明之后，奇拉种族开始了飞速发展。此后人类与奇拉的信息往来也愈发频繁，至此奇拉和人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能这种友谊对于人类来说就仅仅只有10几分钟，但是对于一个奇拉来说，这就是10几分钟的终身友谊。因为相对比人类的时间，龙蛋上的时间流速太快了。奇拉在皮埃尔他们的帮助下，科技水平飞速发展。随着人类发送的百科全书，奇拉开始在方方面面都领先于人类。他们甚至领先人类科技，制造出了反重力发生器，并向屠龙号发送了信息。未来计划组织一支探险队去拜访人类。几转过后，咨询委员会齐聚一堂。重力工程师解释了重力控制和惯性推动器的最新试验成果。惯性推动器是一种能让他们离开母星的推进装置，逃逸速度必须达到光速的39%。离开中子星表面最大的危险不在于速度，而是中子物质在低重力场的爆炸性分解，因为它们原本是由中子星的重力挤压在一起的。现在工程师们认为奇拉种族已经将问题解决了，最后终于认定逃离中子星来拜访人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不过这是一个大项目，因为这将是人类首次与外星人的会面，需要地球联邦和联合部落议会首肯。经过大量公开辩论后，工程师们的构想获得批准。这个需要整整1代奇拉为之努力的项目启动了。行动的焦点是拜访人类，但大家都知道这一项目的真实目的，奇拉自诞生起就被重力束缚在母星的孵化场里，现在他们就要打破这看不见的蛋壳了。我们要来拜访，奇拉发消息给屠龙者号飞船。这一切来得太快，显示屏前屠龙者号上科学家脸上渐渐显露出惊讶和关切的神情。你们不能这样，这样太危险了。我们不会爆炸的，我们将自备重力。皮埃尔迅速读完指示，终于明白了，为了在太空中存活，奇拉探险家必须携带重力。他们的主舰是一艘直径约4厘米的硬结晶球体，中央有个相对算大的迷你黑洞。黑洞的质量是110亿吨，能在晶体球表面提供18万 G 的重力。虽说这离中子星表面的670亿个 G 还差得很远，却足以令它们的电子结构保持简并态。供奇拉和设备使用的单个飞艇都配备了与主舰相同的装备，只不过是缩小版。供单个奇拉乘坐的小艇和设备拖船的半径比主舰小很多，所以各自只需要一个超微型黑洞就够了。较小的飞船拥有独立的能量和惯性推进子系统，这一大堆小飞船全都严丝合缝地卡在主舰表面的许多个半球形凹陷上。这是惯性推进！皮埃尔惊呼。前不久我们还在教他们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今天他们已经有惯性驱动器了，明天他们多半已经能控制时空。
而且已经用不着黑洞重力发生器和惯性驱动器这种蠢笨东西了。时间1分1秒过去，皮埃尔来到一个舷窗前就位，他集中注意力，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中子星发着白光，每秒5次从窗外闪过窗内的光线闪烁着。突然间出现了一道彩色的闪光，他瞥到一个类似高尔夫球大小的白色物体出现在15米开外。他原地停顿了片刻，然后高尔夫球仿佛炸开，形成一大片彩色的雪花，填满了它与飞船之间的距离。较大的雪花保持在原地，较小的则靠近了舷窗。这一片片雪花正是奇拉的飞船，每一艘都是一个小球，中央有一个超小型的黑洞，黑洞产生足够的重力，确保飞船不会爆炸。奇拉用 X 光扫描了屠龙者号科学家，生成了详细的人类模型，突然发现其中1名科学家身上有很难觉察的癌变细胞。他们顺便把一台 X 光照明器经过改造，增加频率和输出功能，帮其杀死了癌变细胞。你好，皮埃尔。奇拉开始和人类交流，他拨动足盘，制造出精准调制的声波。这场访问仅仅持续了10分钟左右。皮埃尔接收到了奇拉的一枚新传来的全息内存水晶，里面包含了过去30分钟里奇拉积累的全部智慧，实在是珍贵非凡。他小心翼翼地把水晶进行收藏。根据刚才机器人奇拉通讯员的说法，这最新一枚全息内存水晶包含了关于中子星内部结构的信息，和地球上从未出现的一种异激力。皮埃尔想要读取水晶的信息，他的屏幕上闪出这么几行字：异激力的性质与用途，关于这粒子的进一步信息已加密，密钥是头8种基本粒子的质量与寿命，取5位有效数字，剩下的内容是乱码。皮埃尔沉吟起来，奇拉可以把这一粒子的情况告诉人类，但他们决定不说。人类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发现这一粒子，还要知道它的质量和寿命，然后才能解密这一部分，阅读奇拉对它的了解。当然了，如果人类的研究是正确的，那应该能自己弄清乱码背后隐藏的一切。但如果他们走错了方向，那么奇拉留下的知识就能纠正他们，免得他们在继续理解自己生活的宇宙时误入歧途。就像优秀的老师，皮埃尔暗想，让学生知道在某个领域存在有趣的知识，接下来让他们自己探索，最后再检查他们的结论，有必要的话予以纠正。其实一把仅有16个5位数组成的密钥并不难破解，一台强大的电脑应该能用穷尽法搞定。不过皮埃尔觉得人类有自己的骄傲，不想偷看答案。皮埃尔翻到下一页浏览，这是一张照片，然而照片上的中子星并不是龙蛋，后面还有许多照片，每张照片都配有内部结构的详细图表。有些皮埃尔从未听说过，但类似帆船座脉冲星和蟹状星云脉冲星则是人类已知的。可是蟹状星云脉冲星远在3000光年之外。后面附有一些话，恐怕这次的材料大多都是加密的，因为按照你们的时间计算，我们现在的发展已经领先你们好多个千年了。然而若不是你们，我们肯定仍然是蛮子，还将停滞在无知的迷雾中，也许几千甚至几百万个大树传之久。我们欠你们很多，但在报答你们时，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你们也有权靠自己去成长和发展。为了你们好，在写完这枚全息内存水晶后，我们最好切断通讯。我们所给的材料够你们学上几千年了。我们2个种族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在时空中搜寻真理与知识。你们会去以电子为主导的世界，我们则要去以中子主导的世界。但是请别绝望，或许我们生死的速度比你们快，但宇宙中的基本真理是有限的，所以你们最终会赶上我们。短消息出现在屏幕上，全息内存水晶已满。紧接着切换到一个奇拉的镜头，现在你们要靠自己了。不过我们还有最后一件礼物，
你们需要好几万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而诸如冰河世纪这类小麻烦还会拖慢你们的脚步。在探索你们的太阳内部时，我们发现了5个微型黑洞，其中4个你们已经知道了，还有1个要小得多，它们在影响你们太阳的聚变反应，所以我们已经替你们把它们摘除了。今后你们的太阳会保持稳定，让你们可以安心学习全息内存水晶里的内容。我们谢谢你们。皮埃尔有些结巴，对方简单的陈述背后展露出的是令人敬畏的科技力量。我们也谢谢你们，齐拉说。不过你们离开的时间快到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皮埃尔话音未落，屏幕变黑了。至此，人类与中子星文明的接触告一段落。皮埃尔转头面对同伴们说：“我去把全息内存水晶收好，我们该回家了。”